期待，后来的无奈，看遍了人生百态。无奈的后来，原来还期待，学会了放下姿态。你的爱让平淡变精彩，你的关怀让花再度盛开。庆幸你一直在，我们一直都在。痛过几回，谁辜负过谁？多少机会最后都变成了眼泪，慢慢学会微笑去面对，紧紧拥抱相依偎。痛过，所以阳光显珍贵。多少冷风吹干了眼泪，天使微笑相伴相随。安哥，你们今天我是跟安迪一起来的。我已经想通了，儿子的事我不能怪叶枫，之前的事我真的很抱歉。安迪，你不要一直这么讲，我真的没有放在心上。谢谢你，一直来照顾安哥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也是现在我唯一可以做的事。我几时可以回家？我跟你的主治医生还有复健师谈过，他们说你复健的进度很不错，很快就可以回家了。不过还是需要配合医生的指示，继续到社区的乐龄护理中心做物理还有职能治疗。我只是担心你出院回家后，我没办法好好的照顾你。你不用担心，如果需要什么帮忙，随时通知我。谢谢你。其实医疗社工有跟我谈过，说有一个叫什么林的地方，可以提供我们援助。你是说 AIC 林是吗？我很了解你们的情况，我带你去咨询吧。谢谢你。安迪，这里就是互联咨询站，专门帮助那些家中有长辈们的家庭，根据情况会介绍最适合他们的社区护理服务和计划，来减轻他们照顾家中长辈的负担。有这样的服务啊，不说还不知道哎。是啊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他们还可以帮忙申请补贴还有辅助金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。安迪，到我们了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叫 Ivy， 请问我能怎么帮你呢？是这样的，安迪的丈夫因为中风，目前在社区医院做复健治疗，医生已经批准他出院了，当然他也需要继续做复健。安迪是担心他出院后，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他。明白。请问一下，你的先生的情况怎么样？目前还是需要人照顾。家里只有你一个看护吗？只有我。不用担心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我每个星期需要工作3天，我不能一直麻烦你的。没问题，有一个叫 IHDC 的服务，就是综合护理配套，可以让你先生住在家，然后1个星期安排几天去乐龄护理中心，那里会有治疗师为他做复健。那他在家里的日子呢，也会有看护上门为他冲凉和做一些简单的运动。听起来是不错，不过会不会很贵啊？你放心，根据家庭收入而定。
这个配套可以享有高达88%的政府津贴。吃得很饱，吃不下。谢谢老板，我帮你们清理一下桌子。这么快就要赶我们走了，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给你 tips 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算了算了，那不要说我没有给你，走了。你父亲的病情比较复杂，所以费用会高一些。我要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证明我是人不是鬼。对不起啊，我们真的没有找到任何钱包。怎么可能？刚才我还用钱包还钱的，一定是在这里掉的。那是不是这个啊？哎，原来是你拿走的，就不知道钱有没有少了。这位先生，他如果真的有心拿你的钱，就不会把钱包交出来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？那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拿出来？我看他本来是想拿的，只是怕被抓吧。先生，你会不会想太多了？如果他真的想偷你的钱包，他可以把钱拿出来，然后把钱包丢掉，这样神不知鬼不觉，谁会抓得到他？人家好心把钱包还给你，你一声谢谢都不说，还怀疑人家。你先检查钱到底有没有少，少的话可以去报警。好了，算了。唉，这世上就是有这种财大气粗的人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回去工作吧。谢谢你。爷爷，喝茶。真没想到你在这里工作。我也没想到你就是这里的少东。食物上齐了，请慢用。你们认识啊？哦，只见过一次面。我朋友刚好看到我不见的脚车在他那里，怀疑是他偷的，我们还闹上警局。不会吧？不过他说他是跟别人买的，并不知道脚车是他偷的。原来之前你误会人家，所以才会帮他说话。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好吧，说说看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探班，不用做工啊？做工也是要吃 lunch 的嘛，来看你也 complain， 不来看你也 complain。我看你啊，是想来这里吃免费的，还点了这么多呢。哪里有人像你这样当爷爷的，还跟孙子计较这些？我是不想浪费食物，你说说看，这么多东西你能吃得完吗？没关系啊，吃不完可以打包，我带去静好自家请长辈们吃。怎么能让他们吃剩的呢？是啊，爷爷，那不如这样好了，这些还有这些，都给他们吃，我们吃这些就好了。臭小子，要请长辈吃东西还不舍得花钱呢啊！不要这么说嘛，也是爷爷你常说的，施比受更有福嘛。好吧，看在你有这份心，我就让你接花献佛。那你说说看，
要多少份？20份。好，那就20份，给你包起来。谢谢你，梅大人，哎呦，爱死你了，爷爷。刚才你是在哪里找到那个人的钱包的？桌上。那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拿去柜台，而是先去厕所？我当时尿急，所以先上个厕所，不行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你这样做的话，难免会让人家人怀疑。既然你怀疑我，刚才帮我说话。那是因为上次我错怪了你，所以这一次，我想调查清楚，再下定论。老实说，你先去厕所，是不是想把钱占为己？我已经把钱和钱包完完整整的还给顾客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问我？既然你是这么看我的，那我就把刚才的那句谢谢收回。医师，今天怎么会来？我买了一些点心请长辈们吃，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。还是你帮我拿给他们好了。明白。其实长辈们呢，常常会提起你的，他们应该很希望你能够进去见见他们，只可惜。没事，又是你。哎，是啊，又是我。我知道美容王不让我进去嘛，我只是来送一下东西，送完我就走了。不是啦，美德翁已经解除你的禁令，你可以进去了。真的？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神秘嘉宾。哇！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开心？还有更开心的万阳酒楼的点心。哇！医生，你来都带好吃的东西。刚好肚子在饿。我带了很多，尽量吃，尽量吃啊。万阳的东西不便宜啊，又让你破费了。没事，你们开心就好。肖张南也喜欢吃点心的，可惜他吃不到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他手术失败走了？这。那你们又愁眉苦脸。刚才静香告诉我们说，他不愿意做手术。他的性格说不要就是不要，连美人翁都劝不动。他为什么不肯动手术？啊，当然是怕死啦。应该是担心手术费，他不想他女儿浪费钱来救他。如果我有钱呢，我一定借给他。废话。没错，是我的肺腑之言。好啦好啦，我们人这么多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没错啊，没钱我们可以处理，我们一起筹钱。要怎么筹？哎，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像学生那样到街上去募款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到街上去募款需要有执照的。就是啊，哎，我们可以卖盆栽，我们种很多盆栽吗？对吗？我们种那几棵盆栽卖不了多少钱呐。你知道怎么？哎，你们平时不是爱画画吗？我们可以卖画啊。会有人买吗？可能会有啊，艺术是很主观的。而且艺术是无价的，只要对方喜欢，就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。那不妨试试啊。要怎么卖啊？上网。哇，你们这么有默契，就由你们去卖了，我们负责画好了哈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哦，哎，点心都凉了，赶紧吃，赶紧吃啊！哎，吃。如果刚刚从蒸笼里蒸出来啊，那就更好吃了。是啊，我也怀念酒楼那种推车，现点现吃。要是你们喜欢啊，我下次我把整辆推车都推荐好不好？说话要算数啊！慢慢吃啊。叶枫啊，你也吃一点吧，我带了很多。不用了，我吃过午餐了，谢谢。那你要试一下这个烧麦啊！哎，这可是万阳酒楼的招牌点心呢。我在做工。没事，我喂你吃。来，真的不用，试一个，我真的不想吃，我真的不。对不起 ，sorry， 我去厕所清理。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啊？什么有意思没意思？没有啦。没事干嘛喂人家吃东西？
你要我喂你吃嘛？来，这里，来。你喂我就没意思了。许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请你再考虑一下？我是不会给他回家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父亲是被冤枉的？谁要冤枉他？我的儿子亲眼看到的。这可能都是片面之词。我有一个失智老人的案子，那个长辈的孩子因为不想照顾他，就说他有暴力倾向，弄伤孙子，用这个理由把他赶出家门。你不要乱说，我们不是这种人。许先生。我知道你很想回家，对不起，没办法帮你完成心愿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在这里陪着你。爸，我来带你回家，来，回家。到了啊，到家了。Mr. Cole， 这是你家楼下，有人等吗？爸，到家了。爸。爸，怎么了？我要上去，不要上去。为什么，爸？啊？我不要为难你。不会，Jane已经原谅你了，她答应让你回家。好，爸，我们回家 ，OK？ 爸，我们回家。爸 ，Mr. Cole， 爸 ，Mr. Cole， 爸，你不要走，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儿子已经告诉我，是Jane冤枉你，我应该相信你的，爸，对不起。你不是说你要回家吗？来，你醒醒，我们回家啊！你醒醒，我们回家。周流氓，苏一之，好巧哦！要买零食吗？你什么时候转行的？今天第一天，怎样 support 一下，买一点？我不要，我不要 support 一点，我要 support 很多。那你要多少？1包3块半，3包10块。这样我要3包，这个。好，这个好吃。3包叫我买很多。有买就好，不可以没礼貌。小弟，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，但是我可以帮你们卖。来呀，这里有好吃的饼干啊，3包10块啊，你们吃了绝对不会后悔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哎，帅哥，哎，会不会很咸啊？当然不会啦。可不可以试吃啊？可以。你还真有一套哎，连树上的小鸟都可以被你骗下来。何止啊，就连水里的鱼儿听到我说话都会乖乖的爬上岸。看来在疗养院照顾老人的经验，对卖东西很有帮助嘛。应该倒过来说吧。在我在当医疗助理之前呢，曾经当过推销员，卖过很多东西。应该是卖东西教会了我怎么跟人家打交道。既然你卖东西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会转行？卖东西虽然好玩，但是再怎么努力都是为了自己，还是做一些可以帮助别人的工作比较有满足感。刚才那位是你弟弟啊？
不是啦，其实那摊位是他阿嬷的，可是他阿嬷今天生病了，我是他们的熟客，刚好经过又没事，就帮帮他咯，让他先回去休息。你很善良啊。我还是希望你赞我漂亮。真的咩？你有这么肤浅咩？开玩笑的啦。肚子饿了，要不要一起吃晚餐？我请客。好，那我们走。你说的就是这间餐馆啊？是啊，你吃过啊？是我朋友爷爷开的，他的点心特别好吃。原来这里的少东是你朋友哦。对啊，是我当兵时候认识的朋友。哎，他之前也在静好之家工作，可惜已经离开了，不然可以介绍你认识。我对他没兴趣，只是喜欢他们家的食物。欢迎光临。书童，两位吗？这边请。你什么时候在这里工作的？怎么我都不知道。关于我的事，你不知道的还很多。你们认识啊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要不要先喝点茶？我们有普洱和龙井。那就普洱吧。好，那你们先看菜单。我看你们之间好像不只是普通朋友吧？这样你都看得出来，我是在追他。哇，那你们真的很有缘哎，连吃个饭都能碰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去拿抹布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姐。哎，下班了，累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等你啊，我有话想要跟你说。对不起，刚才我是被人撞了一下，才会打翻辣椒酱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我们又没有怪你。你没事吧？这句话应该去问你朋友。我跟一之只是同事，刚才刚好遇到才会一起吃饭的，你不要误会啊。你要跟谁吃饭是你的自由，不需要跟我解释。我就是要跟你解释啊！哎，就算你不想听，我要跟你解释，因为我在乎你的感受。你应该很清楚，我喜欢的人是你吧？别傻了，我跟你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喂，还没到2.4公里啊！喂，我不行啦。啊？平时你比我厉害跑，今天先喊停，怎么回事？有人出一道题给我，我想很久都想不通。什么题 ？XFHW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？X 什么？他说如果猜对答案，他就给我一次机会。他？不，你有喜欢的人啊？哎，终于跟我讲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认识的吗？算是吧。不要跟我讲是严野峰。神经病，怎么可能呢？哦，那就好。那到底是谁？你先帮我想一想 ，XFHW 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还不容易，上网查就有了吗？如果网上查到，我需要这么苦恼吗 ？X 啊，应该是中文字吧？先锋后卫啊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哎，小粉红屋。Brother， 你到底有没有在帮我的？这些都是网上给我的答案吗？他是不是要找幸福回味？我觉得应该不是啊。那时候他的表情带着一点遗憾。遗憾啊？不，是不是相逢恨晚？相逢恨晚？我觉得是答案呢。哎，不要去玩人家老婆啦。我没有，你不要乱说啊。那为什么是相逢恨晚？可能是因为他有个女儿。
还有一个女儿，bro， 不要破坏人家家庭可以吗？她都没有结婚，她是单亲妈妈。单亲妈妈？嗯，她是那位我误会她偷你脚车的女人。你说的是张书彤？嗯，她最近来万阳上班呢，也是你介绍的啊？不是，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。这么巧？bro， 我觉得你要小心一点。为什么？那天在万阳有个顾客怀疑书童不老实，没有第一时间把钱包交出来。所以你也怀疑他？虽然是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偷的，但是这不代表他没有企图。我敢用我生命保证，他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人，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。那当作我没有说了啊。Anyway， 谢谢你帮我找到答案了，我要去找他了，避免真的相逢恨晚。苏童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已经找到答案了。我知道 XFHW 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是吗？我回你10个字 ：YDDBW SJGGH。你在说什么？一点都不晚，时间刚刚好。一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道我猜对了。你说过了，只要我猜对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。既然你已经知道答案，就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你不能言而无信。不管你之前经历过什么，那都是以前的事。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。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我们也只才见过几次。我就是喜欢你啊！喜欢一个人一定要有理由的吗？我相信你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我女儿都7岁了，你想过没有？我想过啊，可是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或许你说的没错，我们2个是不同世界的人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我们肯走进彼此的世界，我们就不会有界限。我只怕你后悔。如果放弃这次机会，我才会后悔一辈子。如果这爱非得有个期限，我想它跟随到我消失那天，温习着你的笑颜，一遍一遍，任凭琴弦缠绕缱绻。吴女士，我是你的居家护理 Sister Wang。是你啊？哦，是你，我认得你是给我钱的好心人。门没锁，进来吧。好。这是我姐姐，她因为一场意外，下半身瘫痪了。一直是你在照顾她。现在我跌倒，别说照顾她，连自己冲凉都很难了。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你的丈夫跟儿子？我没结婚，我不说的那么惨，你们会给我钱呢。其实你不必撒谎，你的情况已经……你有没有申请什么援助计划或者补贴？我没申请，我什么都不懂。没关系，这个交给我，我先帮你检查伤口。其实伤口已经复原得很好了。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换了尿管就 OK 了。
，Sister，你可以帮我看我姐姐吗？她说她身体很痒。好啊，让我先把你的伤口处理好。好，谢谢。很痒哦。是被臭虫咬了，需要换一张新床，还有找人来除虫。啊，我们哪有钱？别担心钱的问题，我来安排。可以安排在今天送货吗？因为真的有急用啊。应该没问题，请稍等。谢谢。那这样好像不错。啊，我老同学罗恩，我未婚妻 Amy。你是做美容的啊？啊，罗恩是护士。你们来买新床啊？只是随便看看。什么随便？床是以后每天要用的，一定要好好选。你呢？好，换床啊？哦，我是来买给一个老人的。我上门看病人的时候，发现他家里的床有很多臭虫，咬得他全身都是，所以我赶紧来买一张新的，希望今天可以帮他换。人家都说护士是天使，你果然很好心哦。我只是举手之劳。喂，是。今天有一户人家需要帮忙清理。哦，太急来不了啊。那好，没关系，我再想办法。谢谢你。怎么了？需要找人帮忙啊？是啊，已经安排了除虫服务，但是家里还需要整理一下。不过我的义工朋友都说没空。哦，没事，我来帮你啊。就在前面。谢谢你们的帮忙啊。谢什么呢？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啊。吴女士，天哪！哦，这是你的。嗯。还有你的防护服。哎呀，我突然间想起我还有事，不能帮忙了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你去忙吧。你们加油。好了，打给我，拜拜。你呢，就暂时坐在这里，我们等一下给你换张新床。谢谢啊。这是你老公啊？哦，不是，他是我朋友，因为临时找不到义工，所以请他来帮忙。你朋友人真好哦。没什么，我只是刚好有空。需要的时候就刚好有空的朋友，要好好珍惜哦。我们现在带你们下楼，因为我们要开始打扫了。等一下还有专业杀虫公司的人来除虫。做居家护理，你也需要帮病人除虫跟打扫的吗？通常我们只要通知社工，他们就会派人手来帮忙，不过需要一点时间。我是看到老人家那么辛苦，不想让他们再等，所以决定今天处理，让他们早点有张新床睡觉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啊，总是急人自然。哎，不要动，蟑螂。你以前不是很怕蟑螂的吗？所以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好了，谢谢，2个小时后才可以进去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你。哇，弄得这么整齐，这么干净啊！新床已经送来了，你看看还喜欢吗？哇，连我也有新床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你的也旧了，是时候换了。谢谢，谢谢。不用谢。对了，要不要我帮你把这新床搬进房间去？啊，不用了。为什么？这些年来，我们从来都不关门的。姐姐睡在客厅，如果有事情发生，我们喊救命，邻居就会来帮忙的，不怕死了，也没人知道。
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你本来要陪 Amy 筹备新房，现在让你跟我一起耗了大半天。没事啊，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我很开心啊。那就好。记得吗？我第一次当义工，是你带我去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的善良和慷慨一直留在我心里，那是你最美的地方。哎，Amy 不是说你弄好之后打电话给他吗？我已经传简讯给他了。都没有问过你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朋友介绍的，算是相亲吧。那你们认识多久啊8年左右。才半年，就快手快脚结婚了？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对婚姻已经没有什么憧憬，只想找个人作伴罢了。我还是享受单身的自由，反正有家人的陪伴。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分手时说过的话吗？当年，少年不识愁滋味，当年我们说过的话可真多哦。或许你忘了，可是我还是记得很清楚。我们说过，如果我们到了50岁，你我还是单身的话，那我们就在一起。那些年少无知的话，你还当真啊？唉，要是早点跟你重逢就好了。哎，你已经是人家的未婚夫了，就不要想这些无谓的，好好的等着做你的新郎。你看得出他在画什么吗？好像一群鳗鱼啊！不，像是一团。算了，抽象画我们看不懂啊。你当然不懂啦，乱七八糟。我觉得他是在画心情。哦，哇，厉害！原来你们2个是一样的啊！知道就好。哦，心情不好啊。饶了他，还是别惹他。都画的差不多了嘛啊！哎，他的心情真的那么差吗？他也是画抽象画，心情也画。叶凤，你在画你跟你的男朋友啊？是我爸妈啦。那你爸跟你妈一定很恩爱，对不对？他们已经离婚很多年了。他们离婚后，我有做过一个这样的梦，在梦里，他们真的很开心的牵着手，在河堤上走着。那你呢？你画的又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舅家的门口，这辆是我爸经常开的车。有旧时光的味道。嗯，我小时候，我爸妈经常开着这辆车带我出去玩。这个画面，就是我所有快乐的起点。你爸妈一定很疼你吧？嗯，只可惜他们8年前就走了，因为一场意外。对不起啊。不用对不起啦，我爸妈留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，只要我把这些回忆收藏好，我就能感觉得到他们一直在我身边。至少你的回忆都是美好的。难道你的回忆就不美好吗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弟弟？
父母离婚后，我就跟了我妈妈，我弟弟他就跟了我爸，整个家也碎了。我们是有很多开心的回忆，也全都破灭了。你和你的妈妈还是可以一起制造很多美好的回忆啊，不是吗？我妈跟我爸离婚后不久就再婚，组织了新的家庭，去了国外。其实我们很少见面的。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也难过了。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现在不是都好好的？是你！我们真的很有缘分，躲都躲不掉。这个10年前的约定，是不是终于可以实现了？哎，早啊，严念峰。义士，哎，这辆车，这台脚车绕了一大圈，终于回到我身边了，就和你一样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没吃吧？一起吃。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啦。走。好吃吗？嗯，我自己做的哎。谢谢。我也要谢谢你。昨天我跟你说那些事情，我很少跟别人说的，所以谢谢你，让我有机会说出来。其实我也是。谢谢你听我说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那天你有出现的话，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哎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封你亲手写给我的信，我到现在都还留着。你看，那一天我在学校门口等你，从白天等到黑夜。这些年我就一直在想，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出现？不过无所谓，反正命运又把我们2个人拉在一起了嘛。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。不是我写的，虽然有我的名字。你是不是被朋友耍啦？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就是要跟我告白，为什么不肯承认？我看你是真的误会了。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话到嘴边，勇气总是少一点。其实流星划过那瞬间，我望着你，偷偷许了1个愿，期盼某一天和幸福相见。这爱非得有个期限，我想它跟随到我消失。
心线缠绕，缱绻撰写对你的誓言，一篇一篇，等它渐成缠绵，缱绻。